罗德卡莱，流变的废墟之地，古老的遗迹静卧在时光深处，微风与浪涛轻抚着沉寂的海岸。旅行者们好，全新地块伦波岛、西西岛、帕哈岛即将与各位见面，让我们踏上这片破碎的乐园，追逐潮汐之下的记忆。素材录制于创作体验服，请以正式服效果为准。纳夏镇是罗德卡莱最繁荣的商港，来自四方的流民在此汇聚，而金钱与阴谋也在鼎沸人生之下伺机而动。纵横交织的传送带是这座港口的钢铁命脉，日夜不息的机械轰鸣宛如人们的蓬勃野心，永无休止。在罗德卡莱，万物都受月举力的影响，诸多装置表面都萦绕着红色或蓝色的单极立场，遵循同色相斥、异色相吸的物理法则。倘若靠近月举力影响下的植物或物件，还能短暂进入对应色彩的样态，即赋能状态。在此状态下，可对单极物件进行位移或破坏，对双极物件进行吸取或携带。月举力无声流转，塑造了罗德卡莱的环境，也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系统。在强月举力环境中，角色将自动进入赋能状态。在双月之子的传说中，月灵是受新月祝福的神圣象征，在特定区域可借月灵之力尽情遨游。化身为不同样态的月灵，借月景草跃入高空，或吸附异色气团穿梭于天际。据说月灵飞掠过的痕迹叫做月灵旅路，循着这些光轨便能快速移动。在月举力格外充盈的轨迹路段，还可以进行短暂的冲刺飞跃。叮铃哐啷蛋卷工坊原本只是艾诺的小型工作间，但伴随众多精巧发明的诞生，这里逐渐成为知名的机械工坊。巨大的机械臂不知疲倦地挥舞着，展现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强大力量。显像机关在罗德卡莱广泛存在，据说也出自艾诺之手。某些时候，如果帮助这些小机器人或者触发特定的条件，可以收获不少好物。伦波岛西侧绵延着新沙滩，当漆黑的灾厄席卷罗德卡莱时，许多人曾在此地筑以血肉之躯。海风与细浪仍在传颂那些英雄的事迹。
吸印石是执灯人为驱散狂烈气息而设置的封印。战斗时亮起的吸印石能够迸发对抗狂烈气息的强大能量。静谧的蓝珀湖拥抱着夜晚繁星，湖畔的篝火成为旅人暂时的庇护。仔细听，冒险家们正在讲述一个有关伟大财宝的故事。传说黄金之国的疑似在月光的指引下跋涉万里，最终在西西岛上寻得了安歇之所。这座遍生苍林草木的神秘小岛，对月神的信仰在此得以传承。黄金的大城早已散作尘灰，在漆黑的枯巢中，唯有最初的明灯放出了悠远的祷歌，期望新月的庇护。传说月之少女诞生之时，遍野的圣树皆为之染上了月光的纯白，化作如今摇曳的苍林之穗。而少女的雕像始终无言守护着那捧不灭的光华。迎月之镜原是双月之子用于祭祀的道具。若能使镜中和镜外的启月之象相会，或许会有好事发生。透过银镜能窥见特别的镜中世界，物件的不同样态也会呈现出来。古老的月光下，曾是平凡无奇的帕哈岛，因从天而降的月食改变了命运。无数的传动机关日夜轮转，苍星的旗帜投出如北国般广袤肃穆的阴影。由鱼人众建造的钢铁的巨型结构，新成立的月举例试验设计局以其庞然之姿蛮横地矗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它以钢铁和石块铸就的冷峻，向自然发出了挑战，毫不掩饰地宣示着权力与控制。堡垒设施守卫森严，一旦警报响起，入侵者必须当机立断。清理单元在设计局随处可见，通过操作台可以控制其运动。运作中的清理单元会进入赋能状态，能够吸取或投掷双级物件。暂停运作时，则能为角色赋能。鱼人众利用月举力筑成屏障，在一定时间内使识别卡通过全部屏障发生器的验证，即可将其关闭。晚霞般的眼爪附近生息着花音水母。花音水母是罗德卡莱独有的品种，有着粉色的伞盖和纤长的触手，大部分时间栖息在匪鲨眼爪的浅滩附近。可惜鱼人众的设施让他们的家园危在旦夕。
北方小岛上的灯塔与墓地是直登人们的终夜长营。无论多少魂灵伴着微茫的灯火一同消逝，漆黑的灾厄也无法附近凡人的决意。新版本中，大世界新增巨锁模块，展现不同角色在提瓦特的生活片段。消耗月之印，提升巨锁的共建等级，还能不断提升月之寻宝罗盘的探索能力。潮汐低语，遗落的记忆静待复苏。废墟之中，新生的乐园悄然萌芽。月光已为旅者铺就前路，而挪德卡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